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前有刘恺威、王鸥夜光剧本，后有李小璐披几万撮头发，现有陈翔、江凯彤半夜挤痘痘，难道这才是真的娱乐圈？太神奇了吧！新瓜旧瓜，孩子瓜，出轨瓜，真的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贵圈做不到的，太魔幻了。电视剧都没有他们这么精彩。老实说，前几天看到陈翔否认出轨的消息时，仪态真的超级无语。都分了4年了，尽管当时闹得不愉快，但是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淡忘了。结果他突然回过神，要给自己洗白。就算不想让汪峰发歌，也不用做得这么明显吧。最尬的是还被扒出各种 P 图破绽，真的太打脸了。本来仪态不太想对这件事多做解读，奈何陈翔真的太没下限了。嗨，咱们还是一起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。前几天陈翔为美女庆生的视频曝光，引发了陈翔新恋情的猜疑。这事儿还没搞清楚，陈翔就在社交平台上洋洋洒洒发了一篇长文，目测也有小1000字。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自己没出轨，时间捋得清清楚楚，甚至精确到了分秒，把他和毛晓彤分手的时间经过说得明明白白，还明确自己没有出轨江凯彤，两人只是约好一起护肤。最后还放出了自己和毛晓彤的聊天记录，时间线加聊天记录，仪态还真信。这篇长文总的来看似乎很有逻辑，也说得过去，态度也蛮诚恳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回头又看了一遍，为什么我觉得占篇幅很小的？他不是圈内人，1年半之前我们非常偶然的相遇相识才是重点呢。毕竟他和毛晓彤早就分手了，当年闹得那么大，也没见他这么用心的解释。现在被人拍到新恋情，才想着出来澄清。任何一个正常人，只要自己是冤枉的，绝对会马上反击。谁有这么大耐心等4年呢？反正看完他的长文，仪态真的不能说服自己，反倒觉得当年的事儿真的没得洗。他现在出来无非是转移一下大家对他新恋情的注意力，顺带转一波热度罢了。除了仪态存疑，不少人也不太相信，甚至找出了漏洞，开启了陈翔截图是不是真的讨论。画面很快就变成了 P 图软件科普。在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毛晓彤的工作人员出来回应了，谎话连篇，断章取义。虽然只有8个字，但态度摆得很明确，甚至有点放锤警告那味儿。其实仪态觉得这一波，就算毛晓彤不回应，他也能稳稳的不受波动，因为陈翔的坏心思太明显了。虽然真话假话说了一大堆，但杀伤力几乎为0。就在大家站稳阵营的时候，故事出现反转了。陈翔工作人员说，掌握了当年陈翔被策划陷害的有力证据。难道我们看走眼了？在等实锤的时候，陈翔的好伙伴江凯彤下场了，他也发了篇小作文，直言自己背锅背太久，还一口咬定自己和陈翔只是朋友关系，最后还放狠话要依法维权。看的仪态真的，他俩是在演双簧吗？联手撕前任。对于江凯彤的声明，好多人都不买账，甚至形容江凯彤是猪队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江凯彤的澄清中，他提到跟陈翔是在2017年6月合作，那时陈翔说他已经分手，并表达了对自己的喜爱。这难道不是反向吹了陈翔当年的渣男行径吗？他俩的配合也太不严谨了吧！可这场闹剧远没结束。陈翔、江凯彤出场后，有个自称陈翔朋友的人也出来了，放出好几张聊天截图，暗指是毛晓彤策划陷害陈翔。这份截图中显示是群聊，疑似毛晓彤和工作人员商量如何进行拉踩陈翔的一系列操作。而关于这份聊天的截图来源，陈翔朋友称是陈翔前段时间搬家，收拾出来了很久没用过的电脑，发现电脑是毛晓彤的，他搬家时拿错了，打开后意外发现同步了大量之前晓彤保存的聊天截图。又是熟悉的小说情节，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，单看这事儿的影响力，说句老实话，这份证据其实也没太多扭转局面的爆点，而且漏洞真的太多了。仪态先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。首先就是聊天内容里全都是对陈翔有利的说辞，这样的引导似乎有点太刻意了。其次就是毛晓彤特意把语音转文字截图保留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一般手机截图图片格式都是 JPG， 而陈翔这图是 PNG 格式，应该是直接 P 完导出来忘改格式了吧？还有就是图1到图2电量，仅仅13分钟居然用了60%的电，而且这个手机一会儿是移动的号，一会儿电信的号，
单单这一点就假的不行。难道毛晓彤2个手机换着轮流截图啊？这些完全说不通呢。而且就算咱们这些假设都是真的，毛晓彤会傻到把自己的电脑落前男友家，还把证据留好等他发现来锤自己吗？就算他真这么傻，咱们再退1万步讲，女方被渣男伤害想报复回去有什么问题吗？虽然事实很明显，但也有人吃他们这一套，觉得毛晓彤太心机。就在众说纷纭的时候，反转又来了。毛晓彤直接放出了4年前从没想象过这一幕会出现在我眼前的终极实锤2段陈年录音，他们的故事也随着录音进入了高潮。这段录音带我们重回了3人那晚的精彩场景。关于这段虽然隔得有点久，但大家应该还没忘。简单来说就是当晚陈翔跟江凯彤一起回家，江凯彤还左顾右盼鬼鬼祟祟。随后毛晓彤也回到了陈翔家，发现了陈翔没穿上衣，江凯彤则躲进了小卧室。这画面感。录音里毛晓彤质问陈翔，我看着你光着膀子光着上身，陈翔则极力辩解，还扯到北京温度，把锅全甩给了巧合。毛晓彤又问他，江凯彤为什么躲？他为什么躲起来？很奇怪哎。都这么实锤了，陈翔还一直辩解。而在第2段录音，毛晓彤直接怒斥陈翔心机深，你瞒着我在1个月前录节目的时候，你把坑就已经埋好了。陈翔则说，我喝多了，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。听到陈翔这么辩解，毛晓彤实在忍不了了。你清醒的时候，第1期节目你穿着蓝色衣服，你就说我是一个单身狗来到这里，那会儿你也喝多了吗？你还是嗑药了？请问？面对毛晓彤的质问，陈翔一直躲躲闪闪，找了一大堆借口，甚至暗指配合节目组炒作，这锅甩得还真快。面对变脸变得这么快的陈翔，毛晓彤怒斥，你发生了什么？还是你太想红了？听完他俩的录音，仪态真的有点佩服毛晓彤，思路清晰，不慌不忙，台词也超清楚，步步紧逼，完全不给渣男任何胡搅蛮缠的机会。最厉害的就是面对渣男的狡辩，毛晓彤按照他的论证来，结果陈翔的观点仍然不成立，一直在打脸。我的天，这姐真的太牛了，简直就是辩论鬼才。以前以为她只是长得漂亮，今天算真是见识了。如果没这录音，说不定陈翔这次要胡搅蛮缠的过去了。这下好了，录音直接锤死。事情发展到这地步，估计谁也没想到毛晓彤会留这一手吧。只能说，如果陈翔不主动出来挑事儿，毛晓彤也不会放出这段录音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各走各路也蛮好。怪只怪陈翔太想红了。不过现在回头看，仪态只想说天道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毛晓彤这波操作简直可以登顶年度爽文，渣男求锤得锤，被泼脏水的人则原地圈粉，收获鲜花掌声，很公平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